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陆游的频道。上一集里，我们跟着诺兰的电影打卡了二战的传奇地点敦刻尔克。今天我们要开车去不远处的比利时 Flanders 地区。这一片广阔的平原，在一战中曾是最重要也是最惨烈的战场之一，有无数将士阵亡并长眠于此，其中也包括一些中国人。他们就是远渡重洋来到欧洲战场的中国劳工团。我们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来探访他们的足迹和了解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大约14万中国劳工被英法等军队招募到欧洲，从事战后后勤工作，比如运弹药、挖战壕、维修机械、清理战场遗骸等等。虽然不直接参与战斗，但他们的工作繁重艰苦，而且非常危险。其中有不少人因为轰炸、地雷或疾病等原因献出了生命。他们用血肉之躯为协约国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战后他们多数被遣返回国。这段历史也曾经一度被忽视，直到近年才得到越来越多的承认和纪念。如今在比利时保留着多处与华工相关的遗迹。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是波普林格市的郊外，这里曾经就是中国劳工团的营地之一，现在是个纪念园。这座青铜雕像是比利时和中国艺术家共同设计的，表现的是华工们挖战壕、运炮弹和抬担架的形象。当时驻扎在波普林格周围的中国劳工有1万多人，他们在辛苦工作之余，也会光顾当地的商店和照相馆。1917年11月15日，营地遭到德军空袭，13名华工在这里不幸遇难。这个铜匾上刻着他们的名字、籍贯和编号。据统计，有上百名中国劳工长眠在 Flanders 土地上，他们大多数被葬在比利时和法国各地的英联邦墓园中。我们今天就来拜访其中一个。这边先是一个 visitor center， 但是不知道今天是不是开。开。100多年前，这里曾是西线最大的后方医院之一，许多在前线受伤的盟军士兵被送来救治，其中不治身亡的就直接安葬在旁边的墓地。访客中心里有关于战地医疗的展览，也有伤亡人员的数据库，供人们查阅和纪念。这个就是墓园的大门。Commonwealth War Graves Commission， 这是一个英国的慈善机构啊，专门负责维修和保护世界各地的英军的墓园。这里是比利时第2大的英联邦战争公墓，有来自30个国家的10800名士兵长眠于此。每一个上面呢都刻着军团的名字，还有士兵的名字，还有他牺牲的日期啊。然后这边有一些澳大利亚的士兵，印第安阿米的。这边是加拿大的，你看，很多加拿大。中国劳工旅他们这30几个人啊，安葬的位置是整个这个墓园的西北角。到了，就在这里。他们的墓碑上都有名字。下面有 Chinese Labor Corps 啊，就是中国劳工旅，大部分都是山东人。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英国占据山东威海卫嘛，所以当时英国呢就从山东招募了这些人。这些华工都跟英方签有合同，1天1法郎的工资在当时相当于山东老家的10倍，所以应征者非常多。但后来披露，其实英国人向他们隐瞒了战场的真实情况。被选中的劳工们坐着轮船万里迢迢来到欧洲，面临的是陌生又危险的环境和每天高强度的工作，还要忍受各种不平等的待遇。Information Center 里面拿小册子，专门有一个是介绍这个Chinese Labor Corps， 他们当时
登记的时候啊，当时民国的一个注册名字、每个人的姓名、编号、住址。你看这里还说他们在哪牺牲呢？华工第40队。就是他们为中国赢得了战胜国的地位，但是回国之后，他们大多没有得到相应的承认和奖励，而我们面前的这些人，则是客死他乡，永远留在了他们曾经工作的地方。作为长居欧洲的中国人，我们站在这里，有一种时空交错的感觉。说实话，心情很复杂，也很沉重。因为我们住在英国嘛，我们知道每年到11月11号这个国殇日的时候，会非常隆重的纪念2次世界大战的遇难者啊、老兵啊等等等等的。而且这个国殇日呢，之所以在11月11号啊，最初是纪念一战的啊，因为一战在欧洲，这个地位是非常高的嘛，叫 Great War 嘛，就是伟大的战争。国殇日的时候带那个 poppy 红色的小花，那个叫什么虞美人哈。有些人说罂粟花，其实并不是，它虽然是一个科的，但是它不是罂粟花，跟那个鸦片也没有任何关系。Poppies 其实就是跟我们现在所在的比利时北边 Flanders 这个地方有关的啊。然后每年到这个时候呢，英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所有的这些战争墓园呢，也会迎来他们这些老兵啊、牺牲的这些人他们的后人啊来纪念。很多远渡重洋，可能从美国、加拿大来到这里，每一年都会得到他们应有的这种尊重，还有这种纪念啊。但是呢，这35个人，直到最近这10几年才陆续才有人提起啊，其实是一个 forgotten hero 啊，被遗忘的英雄。即使是我们中国的历史，有可能现在的历史书上提到了啊，这也是应该的。我觉得他们的名字应该被记住。中国当时的中华民国呢，也是一战的参与者，而且也是战胜国。所以这些人，他们即使来到欧洲，并不是参加正面战场的作战啊，但是他们付出的牺牲和努力啊，仍然是值得我们敬佩，也值得我们纪念的啊。所以呢，我们这2天大老远的从英国冒着寒冬过来，我也是非常非常想来这里看一下啊。因为之前呢，我们也看过一个纪录片，专门就是介绍这个华工团的嘛，对吧？也推荐大家看一下啊。可惜我们今天没有买花。可有点可惜，我本来是想就是买一束花，然后在这儿给他们献个花，但是因为今天礼拜天，所以跑了好几家店都不开门。但是心意到了啊，我们站在了他们牺牲的这个地方，希望大家能够关注跟我们中国人都息息相关的这一段历史。刚才在伊普尔市中心吃了一个当地非常传统的那个 stew 啊，一个炖菜，吃的饱饱的。然后现在呢，我们来到了他们这里最著名的一个景点啊，一个最著名的地标吧，就是这个 Banning Gate， 这个贝宁门。这座巨大的罗马凯旋门式建筑由英联邦墓园委员会设计建造，在一战结束10周年的1928年落成。它横跨在伊布尔城向东的主路上，战争期间，无数士兵就是经过这里走向前线，许多人再也没能回来。在大厅的墙壁上，密密麻麻地刻着54896个名字，这些都是在伊布尔战役期间牺牲，但遗体从未找到的英联邦士兵。他们虽然没有自己的墓碑，却在这里得到永恒的纪念。从1928年直到现在，每天晚上8点钟，当地的消防号手会准时来到梅林门下，吹响著名的军乐 Last Post， 以告慰逝者。这个仪式简短但庄重，有不少当地人和游客参加，也有老兵家属前来献花圈。